出生日期在5、14、23的朋友，是否遇过在商店购物时进来了一个充满怒气的客人，一副要找店员麻烦的样子？现场气氛很紧张，就在所有人一阵你看我，我看你之后，从店员到现场的所有人都不自觉地看向你，好像大家不约而同地用眼神投票给你，认为你有能力，并期待你帮忙安抚这个客人。莫名其妙被推出去救场，是不是很奇怪呢？频道升级啦！喵喵大师感谢大家的支持，频道现在开放会员功能和超级感谢功能啦，欢迎加入灵数探险团，每月有会员锦囊哦。根据灵数动力系统给你趋吉避凶的提示，请支持喵喵大师给地球玩家灵数人生攻略，让我们一起成长，一起体验一帆风顺。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欢迎订阅、分享、按赞、开小铃铛。嗨，大家好啊，我是喵喵大师。今天来说，想要打开好人缘，一定要认识的面具数，一共有9种。这次来说面具数5，要怎么知道自己的面具数是多少呢？有一个1秒知道的方法，让你马上掌握，还能偷偷算老板、同事、家人的面具数哦。这个方法超简单的，如果你是在5、14、23日出生的人，出生日期的和加起来是5就对了。今天就是要说给你听的，赶快按赞存起来。接着来说面具数5代表什么意思呢？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这个数字说明了你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只要凸显这个特质，你的工作运就可以赢在起跑点，如鱼得水。有这么关键的作用，没听过的人就吃亏了。因为5、14、23日出生的人会给人自由、爱冒险、很灵活的感觉，遇到新奇的事物，特别是很奇怪、很吓人，会让人忍不住倒退一步想逃跑的事，只有你会眼睛一亮，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光是眼睛放光就和所有人的表现不同了，加上完全没有要逃跑的样子，会让大家觉得你应该是见多识广，才能这么胸有成竹，绝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当大家都表现出害怕，只有你没有，或是所有人都不敢靠近，只有你敢走过去，不管是你没发现、没注意其他人的害怕，或是纯粹好奇，让你想一探究竟到底怎么一回事。总之，你的举动就成了所有人的救星，而且你完全没感觉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举动，那么你应该就是5号人。当面具数和灵数都是5时，就是这么奇妙，你的自然表现就有这么大的魅力，简单就成了大家的英雄，完全契合就是一种幸运。也就是说，面具数5的滤镜加在5号人身上时，代表你的想法和行动是没有一丝犹豫或停顿的，特别是在遇到困难或害怕的事物时，一般人要先从虚张声势，假装自己不害怕开始，但要是对手很敏锐，瞬间就会看破手脚，整个交涉就得从劣势开始，很容易节节败退。但是被5眷顾的你，完全不需要武装的步骤，只凭开放的心情，就能用平等的态度开始交涉，当场就证明你是个充满魅力、难得的人才。其实这样看来，面具数5的优点还真不少。大家眼中的你充满活力，而且胆子很大，能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轻松地发挥所长。认为你喜欢冒险与挑战，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而且适应能力强，能迅速融入不同的环境，喜欢自由，不喜欢被约束或受到规范的限制，善于与人互动，能带来活力和创意。这么让人称赞的特质，真的不是凡人练得出来的，这是面具数5和灵数5相乘的放大效果。但伤脑筋的是，并非每个面具数5的人都喜欢充满挑战、快速变化、随时救场的情况。突然被推上火线，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针对了。例如，当主管把一个自己都讲不清楚的任务交给你全权处理时，你会怎么想呢？是主管这么信任自己，真是太好了，还是满头问号，自己到底要干嘛？目标不清楚，怎么知道做到哪里算完成呢？应该是充满疑问比较正常，对吧？例如，你们的竞争对手本来是追在后面跑，看着你们的车尾灯，但最近动作频频，一下是裁员，一下又是组织调整，本来以为对方是快要撑不下去的挣扎，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竟然浴火重生了。最近3个月，你们公司的业绩还受到影响，这下糟了，老板和主管们都很想知道对方到底做了什么很关键、很重要的决定，居然能够脱离困境，甚至脱胎换骨。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主
主管私下找你商量，希望你去打听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起死回生，还能对你们的业绩产生威胁。你可能会问主管，为什么要你去打听？神奇的答案出现了。主管思考之后说，非你不可，你的人缘好，朋友多，和其他人比起来，你要打听到真正的内幕，应该不费吹灰之力，所以认为这个任务只有你能够完成。是不是听起来很欣慰又很奇怪？被主管说非你不可时，一定会有一点开心，但理由是人缘好，而不是表现好，就有点微妙了。为了证明实力，你安排了几场聚会，到处打听，终于掌握情资。主管要你在会议上向所有人报告，你说对方重金挖角海外人士，大刀阔斧改革，还制定了目标明确的计划。大家听得频频点头。就在你觉得自己有机会进入核心团队的时候，竟然下次会议没有你，又叫你去跑别的事了。怎么会这样？苗苗大师帮你申诉，这是苗苗大师的独门绝技，听到赚到。这就是面具数的问题，你没有错，其他人也没错，因为面具数刚好在5，大家才会毫无疑问的认为你对连续开会、拟定策略的讨论没有兴趣。但你并不是5号人，并不一定喜欢到处跑。如果你是1、2、3、4、6、7、8、9号人，很容易疲劳加心累的，大概撑个2到3次就了不起了。第4次，你就会变回自己原本0数的样子了。这就像你本身是 I 人，为了完成主管交办任务，要去打听竞争对手的近况和策略，你只能提前想好步骤、策略、方法，甚至是自我鼓励、精神振奋之后，才有勇气行动。对只看到表象的人来说，包括你的主管，就觉得你这么主动，外务交给你再适合不过了。结果就是你每天下班后都会有虚脱的感觉，那是因为大家都被你的面具数5彻底迷惑了，一致相信把奔波冒险交给你是最好的判断。如果你很年轻，还在探索志向的阶段，这其实是很好的体验。没做过不会知道好不好，说不定可以从此发现全新的自己。要是真的太辛苦，就来重新认识自己的0数吧，因为0数才是你的天赋、能力、真正的性格。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朋友、主管、同事才会慢慢的知道你真正的个性和想法，大家才有机会穿越面具数5，认识到真正的你。可以参考播放清单里面0数1到9的节目哦。对新手来说，面具数的作用很让人无奈吧，甚至可以说是你工作生活的直接干扰源，因为每个人都是用这个滤镜来看待你。毕竟面具数5就是给人朋友多吃得开的印象，加上大家真的是把你当作5号人在期待的，才会把很难以开口或不容易打听的麻烦事全部交给你，就是期待你能长袖善舞的表现，然后完全不用管，轻松愉快等你的好消息。面对这种期待，你是不是已经受不了了呢？但对高手来说，面具数就是高阶道具了，可以用别人对自己的感觉当作完成任务的助力，因为面具数5的人给人到处吃得开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不管和你说什么都很放心的魔力。不论是主管敢放心大胆的把特殊任务交给你，或是和你聊天的人愿意把八卦秘辛知道的内幕完全不设防的悄悄告诉你，能完成这种挑战的你当然是超厉害的呀。是不是对面具数5的高阶运用刮目相看了呢？如果你想运用面具数来开启工作运，很简单。最容易的情况是面具数5也是5号人的时候，只是这种机会大概只有11%吧。如果你是1、2、3、4、6、7、8、9号人，不用觉得心累，在外务忙完后想放慢脚步参与内部事务时，只要主动表达自己对哪个项目很有想法，大家才会意识到你对静态事务也有意愿的。因为你的面具数是5，说出来大家不会拒绝你的，这可是其他人没有的福利呀，一定要试试哦。今天这集真的很重要，前面的面具数算法适用28到54岁的人，也是职场上的中坚分子，赶快收藏起来，随时复习，还能分享好友。如果你是1到27岁或是54岁以上的话，面具数的算法就不是这样了。想知道自己的面具数是多少，就让喵喵大师帮你算，来帮你咯。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很简单的，还有针对你的面具数给的专属建议哦。有趣的来了，为什么0数要有让人看起来像1人的面具数？就是要有热情好相处的人，世界才有希望啊！面具数就是你散播温暖、散播爱的方法哟。每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要问路的时刻，是不是一定要找看起来愿意帮忙的人来问呢？面具数5就是热心这么温暖，也许你内心会觉得烦、觉得累，但你给人的温暖最后都会回到你的身上哦。
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认识自己的生日、灵数、剧本数、主题数、面具数、有数、缺数、流年，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成就人生的方法。选择自己有的擅长的部分来熟悉，累积有用的努力，成果才会实现。只要方法对了，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轻松。欢迎大家留言写下你的面具数是多少呢？感谢加入会员和超级感谢的朋友，请继续支持我们，提供灵数人生攻略哦。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你会越来越 lucky 的哟。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就欢迎订阅、留言、分享和超级感谢哟。我是喵喵大师，下次再聊喽。